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得到很多的幸福或者很多的财富，而有些人不会？谁会得到这些呢？就是要靠你自己的能量场。显化就是帮你调整你的能量，把自己的能量场调整为高能量，然后来吸引这个宇宙的那些高能量的人、资源、事情、物件、运气。如果你知道信息、能量、物质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你的人生当中几乎不会有烦恼，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吸引力法则。其实宇宙说白了就是信息、能量、物质周而复始运动的变化。物质它是看得见的，比如说钱、权、名、利。能量是看不见的，但是修行好的人可以感觉得到，物质是能量聚集的结果，而能量和物质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这一点物理学早就证实了。简单来说，物质就是能量的外化，但是物质也好，能量也好，它们不可能单独存在，它们都必须要承载一定的信息。信息就是一个人的起心动念，任何的能量、物质都是信息的载体。也就是说，一个人不管你外在想获得什么，你最重要的是看他借由他的身体、他的语言、他的行为、他的意念做了什么。人和人的命运的不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每个人他输入的信息不同，或者准确地说，他的起心动念不一样，所以引发的行为结果就不同。儒家说内圣外王，佛家说因果。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的话，你在全世界上一切的事物就像是1+1=2一样简单。无论是有形物质还是无形物质的转换，奇迹关键又奥妙的转换器就是人类心中的意识、能量、物质转换的意义。核心不在于创造物质显化，而是用心灵的能量来转化心识。心识才是一切现象的缘起。火是能量，水也是能量，风也是能量，太阳光也是能量，电是能量，核能也是能量，就连双手互相摩擦也可产生电磁能量。其实生活周遭无一处不是能量。当别人恶毒地骂我们一句粗话，我们就会生气，那算是一种声音能量还是意识能量？当别人赞美我们时，又会满心欢喜，那也是不是一种能量呢？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这个影片有点长，建议你耐心看完，一定能让你感觉到心灵涌起的力量。所以请先放下手头的事，仔细地聆听。01，思想就是能量。近代有人指出一个概念，思想就是能量。要证明思想就是能量，其实也不难。举个例子，某一天我们在思念外国的亲朋好友，对方在瞬间接收到讯息而心有所感，彼此之间马上建立起一条看不见的能量连线，而会有打电话和对方联络的念头。这种意念能量早在20世纪初就被科学家发现和证实。19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20世纪
由众多科学家所创立的量子力学被认为是现代物理学的两大基础。所谓量子力学，就是描写微观物质规律的物理学理论，而所谓微观物质指的是电子、质子、中子、中微子等。在这个尺度上进行实验时，科学家发现，尽管极严格地设定初始条件，实验结果却每次都不尽相同，令人百思不解。最后发现，竟然是因为人的观察所影响，所以得不到一个绝对定值。至此，科学家们才开始对意识能量所代表的无形物质界展开最初的探索。意识一般来说可以分为显意识、身、潜意识、心、无意识、灵三个层面。而有静坐经验的人都知道，一般人的显意识从来不肯安分地定下来，总是上天下地，天涯海角到处乱跑。我们大脑中所有的想法和念头是隶属于显意识、身此一层面，而潜意识更是一个厉害的角色，它可穿越时空，游走于3度空间之外，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自由来往，不管是白天醒时或是夜晚睡觉时，都丝毫不受限制。所以我们的心识是隶属于无形灵界和有形物质界之间，它是两者之间的桥梁。如果一个人没有透过静心内观去逐渐觉知和体认什么是人的显意识、潜意识、无意识，并且学会调整和净化内在心识，那么在物理层面的现实生活当中，内心一定会有严重的空虚感，一定会有找不到自己究竟是什么的空泛感觉。其实我是肉体的我加上心识的我再加上灵性的本我，我是此三者的有机结合体。我们之所以会找不到自己，是因为我们非常狭隘地执着于肉体的我，那个存在于有形物质界里的我，而深度地遗忘了心识的我和灵性的本我。其实心识的我和灵性的本我从来就不曾离开过我们自己，此三者本来就是一体的，只是我们一直忘记它们的存在，一世又一世的遗忘。所以透过静心内观，我们可以寻回那一个完整的我。02，从无到有，人就是转换器。物质转换包括有形物质和无形物质，奇迹关键又奥妙的转换器就是人类心中的意识。每一个人全身上下总共大约有100亿个细胞，而每一个细胞都有其意识存在，所以我们整个人都是转换器。对于爱因斯坦所发现的智能方程 E 等于 mc 平方，能量等于质量乘光速的平方，有人把其中的英文 C 解释为意识。顺着这个思路，我尝试定义 M 为禅定力，于是有能量等于禅定力乘意识平方。我把这个公式解释为禅定力越高深，其意识所聚焦之处越是稳定和清晰，其质量越是清纯，越无杂染，所以能量的显现效率就越快速且精确。可以理解为禅定力越强，质量 M 越大，意识越纯粹，越接近光速 C， 最终的能量 E 就越大。接下来有关物质转换的内容
就可以通过上面这个公式来理解和入门。古今中外，有一些人曾经展现过能量物质转换的神迹，例如佛教的释迦牟尼佛及其弟子，宋朝济公和尚，晋朝高僧佛图澄等等。如果有兴趣去研究各国宗教历史的话，还真是可以找出不少人，而且都是以正史来记载，并非只是野史的无稽之谈。历史上已有这么多的能人显示出能量物质转换的神迹，那为何现代人不能呢？追根究底，原因是现代人的心思陷入极度杂染和混乱，也就是说心性极为不稳定和意识混乱，能量根本无法聚焦来产生一定量的作用力，尤其是个性属于虚华不实、心智不坚、敷衍夸大的人，思想能量一直是呈现漫无目标的散射状态，所以必然成就极为有限，甚者失败连连，毫无成就可言。03静心内观带来净化和提升。如果要改善心性杂乱的生活形态，首要步骤是先静心内观，不必批判自己或别人，也不必怨天尤人，也不必有任何负面情绪，就只有静心内观这个动作与思绪就可以了。依上文对 E 等于 mc 平方的解读，能量、禅定力、意识三者之间有着非常微妙的互动关系，如果牵动其一，则整个平衡系数就会改变，一级加强或减弱其中一项，整体系数都会随之改变。所以禅定的深化和意识的净化，就自然会改变能量的运作方式和方向。所有的经历都是你思想形态的一个镜子，所有呈现于外在的现象都是源自于内在的心识原型。当你走入内在并检查你所持有的那些不容许更高振动的场或 DNA 的思想和信念时，要尽力完全删除它们。当低频的信念和思想通过采用净化的能量消散它们的振动并转化后，新的思想形态和 DNA 就能被整合，去允许身体在频率上提高。所以只要持续不断地静心内观，我们的身心灵就能日渐净化和提升。其中最珍贵的重点在于以运用自己心灵的能量来转化自己的心识，这是每个人内在能量运作的原理。一切的一切都是起源于内在相续不断的心识原型是什么状态，然后在有形物质界就如实呈现出什么状态。所以简单来说，有混乱的心识就会产生混乱的生活，有单纯的心识就会有单纯的生活。这也就是静心内观的智慧和内涵所在，也就是它为什么是首要步骤的原因。04物质转换的奥秘在于人。物质转换的奥秘并不是如我们常在电视媒体上所看到的那些魔术表演那般戏剧化，它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特定的过程。以一般并未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来说，大约需要8年来吸引任何一个特定的梦想，并让它逐渐走完7个显化层，直到它最终在物理层上发生为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和梦想
一直不断在改变或中断，所以心识能量根本来不及凝聚和聚焦，这就是我们的梦想和希望会一直落空的原因。如果我们有受过特殊训练，也就是持续不断的静心内观，去除掉那些污浊的信念和思想，就可以缩短梦想实现的时间，从8年到7年，再到1年。然而，得知物质转换的奥秘，并不是让我们去学习如何空中抓药或变出钞票这类把戏。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大宇宙当中自有其运行法则，绝非是心思不正或动机不良的人所能动摇一分一毫。物质有分有形物质和无形物质2大类，有形物质的改变是根源于无形物质，所以我们所探讨的物质转换的奥秘都是着重在心灵层面，也就是在人的心识这个领域。中医说，治病务求其本。同样的，调整和净化内在心识是改变一切不如意的根本。如果无法认同这个根本观念，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势必会呈现一团混乱和障碍。如果心识的状态从杂然改变成清净，从浮躁改变成稳定，从不切实际改变成实际，从破坏性改变成建设性，从邪知邪见改变成正知正见，那么我们的梦想和愿望就能快速实现。因为在整个梦想投射和显化过程当中，除了我们本身自己的心识能量之外，外界宇宙能量也必定会适时加入，帮助人们实现梦想。悟透上面这几点，你才真正的知道什么是吸引力法则。首先，世界的本质，宇宙的一切都是能量，再往细讲，就是能量波。注意这里所说的能量，它可以转化为物质，同样也可以转化为精神，因为精神的本质就是念，就是脑电波、能量波。所以吸引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你关注什么，执着什么，你就会吸引什么，与什么产生纠缠。也就是说，有关注才会有目标，才会产生结果，这便是因果，这就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本质。所以在这个游戏中，玩家的思想具有创造一切的能力，哪怕躺在那儿，实际上你也在不停地创造东西，不停地在创造自己的生活。我们是用每一个简单的思想来创造未来的，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我们每个当下都在创造着下一秒，因为这是波与波的干涉所呈现的像。能量会根据念头创造未来的场景，而玩家可以通过念头的转变来改变游戏剧本，甚至掌控游戏剧本，达到事事如意的效果。那么这团能量最终呈现什么状态是由什么决定？那就是频率。不同的频率坍塌成不同的像，或好或坏，而频率相同或相似的就会相互吸引，好的吸引好的，不好吸引不好。就比如说你刷短视频，你会经常刷到跟自己当下情绪差不多的视频，而当你充满负能量时，也往往会去找负能量高的人，这就是频率的匹配。很多心灵课程都在教玩家如何通过自我暗示自己来获得自己想要的。
这本没有错，这也叫做心能转物。但这里有一个重点，要持续发送稳定的能量和频率才能匹配。在游戏中实现游戏通关，需要了解这3个底层参数，就是玩家的心力、心量和定力。首先，什么是心力？在游戏中解释，就是控制能量强度和能量转化的能力。心理足够强大，才可以把意识显化为游戏现实。第二个就是心量。什么是心量？心量就是玩家内在的容量，也就是能容纳多少能量的上限值。这个上限值取决于你的执着度，越执着，能承载的能量就越小。心越通透，心量就越大。第3个就是定力。定力就是控制角色自身频率的能力。只有定力足够强大，才能降服自心。玩家只有时时能调整，保持一定的频率，才能让自己与希望吸引的事物发出的频率保持一致，产生共鸣。所以让自己的能量、思想还有情感保持在积极美好的频率范围之内，才能吸引相匹配的事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要时时保持善念。其实我们的心力本来是很强大的，但通过五官六识，每时每刻都在耗竭。而大多玩家研究吸引力法则，都是为了满足各种欲望。欲望越强，杂念就越多，心理耗泄也就越严重，频率就越不稳定。所以心量、心力、定力不足的玩家，如果长时间沉迷于各种心理暗示，执着沉迷于各种幻想，精神就容易出现问题。就好像一个玩家心力不足，却坚信自己可以飞，那最终会摔得很惨。但你不能说他的心念不够坚定，只是心力不足再坚定得信念，也只是幻想。幻想是轻松美好的，而在游戏中修养心力系统却是十分枯燥的，需要清心寡欲、吐纳数息、存思练气、戒律忍辱等各种在线实战的方法来修养心力。这些实战的方法在修养心力的同时，也在增加新的定力和心量。定力比心力更加重要。如果心力强大，定力不足，就无法降服自心，就难免产生各种负面思想。而这些负面思想由于强大的心力，很快就会显化为负面的游戏场景。如果把玩家比作是带有智慧的能量体，我们就是能量，而这团能量是基于你的思想情感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同时家又在宇宙的大能量场中，所以你发送什么，它就反馈什么。你会发现，你越担心什么，往往什么事情大概率它会出现，是因为你动念头了，它是自动化的给你反馈。你的思想情感越强烈越有力，你发送的信息就越强大，你的磁场就越强。同样，周围的磁场也会影响玩家自身的磁场。你此时此刻的生活以及我们感受的一切，只不过是以前所有你的思想行为所相信的、所感受的集合，也就是所有的能量和信息汇聚的结果，也叫万象由心造，一切即为思想。所以你的思想
就是你的游戏剧本，你创造了你生活中的一切，你是你生命的导演和编剧。所以你自己不去努力，自己不去播种，不去改变自己的心理、心量和定力，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即便是有好的所谓的那个结果出现，后面一定会还回来的，因为你的认知到不了，你的思想不匹配，你的心量承载不了，这叫德不配位。思想是脑电波，是能量波，它能够渗透在所有的时空当中，它是真实的，它可被测量，而且它们是能量。也就是说，玩家产生的任何一个念头都是向宇宙发出的信号，也叫请求。你先震动了，然后宇宙一定会给你一个震动反馈。根据科学研究显示，积极的思想会刺激大脑释放更多的内啡肽，它是一种内源性的，具有强化免疫系统，让你的身心轻松愉悦的肽类物质。这个是科学已经证实的。所以一个正念、正知、正见的力量远远胜过一个负面思想的力量。所以远离消极思想，因为它会干扰、扭曲、屏蔽积极的频率，而这个频率主要由玩家的潜意识发出。所以玩家只有将正面思想内化为自己的潜意识，才有可能发出恒定持久的信号频率，才能匹配到相应的事物。潜意识存储的是过去的经验和记忆，它管理身体的所有动作。玩家的行为不是主观决定的，玩家的行为全部都是潜意识决定的。走路是潜意识决定的，吃饭是潜意识决定的，所谓的经过思考都是潜意识的决定。玩家的自我显意识才会出现，自我显意识由潜意识决定，潜意识是你与你的最高自我在更高一个水平上的连接，潜意识是你与资源的连接，更是你与宇宙无限智慧的连接。因为从能量的角度来说，你们是一体的，而显意识只是潜意识的很小一部分。最后我要提示的就是，所谓的吸引力并不是让你的欲望去发出信号。现在虽物质泛滥，玩家为了让自己快乐，更多关注的还是如何获取更多的物质。交换物质的媒介是钱，所以现在市面上为了迎合大众的心思，流行起来的吸引力法则就偏重于教大家如何获取金钱。比如很多人每天都在喊口号，我是圆满的，我是丰盛的，我要这，我要那，衣食住行，各种梦想罗列了一大堆，但这是些都不过是欲望而已，而欲望会蒙蔽真正的使命。可以说大多数人都偏航了，失去航向的船会怎样？迷茫。如果当下很迷茫，一定就是偏航了。何为欲望？欲望即匮乏，匮乏之下的人很难清晰自己真正的使命，都是被贪婪、愚痴、傲慢、嗔怒等蒙蔽住了，所以向宇宙发出来的也是匮乏的信号，自然就不能显化。其实有欲望很正常，但超越欲望才是非凡。所谓的无欲则刚，比如贪心越来越小，越来越智慧，谦卑柔和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才会显露真正的使命。何为使命？即以前播下的种子，做自己的任务，才会事半功倍，得心应手，开心快乐。很多人觉得成功要靠所谓的野心、欲望，错了，恰恰是要超越这些。当越来越清明圆融的时候，才会迸发出真正的力量，而不是一时兴起或3分钟热度。那种圆融力才是实现理想的关键，因为它清晰、持久、坚定，是内力而不是受外在影响形成的欲望。换句话说，想要的先种，比如正统的文化一直都在强调行善布施，就是这个原因。种下的种子，一方面可以显化，一方面可以催化过去的种子成熟。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就是在空幻想，空喊口号。什么时候种？就在当下。成功与快乐不是从外面索取到的，而是在利他当中积攒的无形能量，比如给人好脸色、信心、勇气、微笑示人、尊老爱幼、谦卑懂礼貌、救济穷苦、爱护小动物、环境。又比如稀释对冲自己的贪婪、嗔怒、愚痴，逐步的人格才会趋向圆满。内圆外方，你想获得就给予，你真心给予的频率，就是你能获得的频率。记住你的心念，创造一切，你的思想创造一切。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正念、正知、正见，愿你心想事成，得偿所愿。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